关键时刻卡特又手软了，但是留给火箭的是一个烂摊子，这绝对是火老师最痛的一局比赛。注意看他的表情，兄弟们，打球卡过裆的举手示意一下。走过来，利用查看球形的机会，赶紧伸手缓解一下。这销魂的小表情，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真的痛到骨子里了。这种疼痛应该只有男人才懂。那等待卡特的结局，只能是又一次的暴击。落后36，台面5颗红球贴库，剩下的1颗线路也被阻挡。这样的局面要一杆制胜，恐怕也就只有火箭敢想。关键是他还真能做到。强行私登 K 球，这霸王硬上弓的感觉。火箭打卡特是真的不留情面。喜欢看火老师 K 球的兄弟们，这一局肯定能让你过瘾。Yeah, that would have been good. You had rolled it in with the development like hard in that case. 低杆一库，母球稍微多走了一点，需要一杆准度续命。太丝滑了，这红球叫的真有限。不过现在还不能算正式入局，贴库的红球是真的让人头疼。但是火老师一直就是乱局之王，难度越大他越兴奋。绿球应该是向上的角度，只能走过来看看黄球能否 K 球。强烈的低杆右塞，桥粉都直接喷在了台面。神来之笔，一个全台的距离 ，K 球如此精准，只能说是实力与运气并存吧。这球10次能成功5次，就足以说明实力的强大。难题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 K 球。这是真的不想用架杆，但是换上左手，身材还是不够。火箭的 K 球真的是无解，3颗红球全部救活，如此简化局面的能力，真的是前无古人。I think this one cuts in. Sure, he cannoned the red that Stephen suggested there. 真细腻，这一杆是要留出角度去 K 右侧的红球。火箭提前处理难题的习惯，很容易在心理上击溃对手。太硬了，休息区的卡特只能无奈的摇头。最后一个保险也被崩溃，火老师是真的杀人诛心。绝了，这力度恰到好处，又是一个红球手保卫。其实15年到19年的世锦赛都是火箭的低迷期，但是自从卡特分走了火老师的奖金，每次都只能被爆锤。打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简单球，但是看火箭的比赛就是这么享受，根本感觉不到难度，好像我们上野行一样。火箭回头看着计分器，应该是要打进咖啡球才能超分。卡特都不敢看着台面，剧情还会有反转吗？Easiest of bronze. 母球多走了一点，虽然是一个大反角对薄球，应该是难不倒火老师的。
漂亮！博老师又给球迷留下了足以封神的一局。 这是火箭最累的一个赛季，摆球的功夫都能做个美梦，但是遭遇裁判强行开机的他，上手就是直接爆开球堆。起床气是真的大，同时运气也是出奇的差。满桌的红球，除了右侧这颗超大反角，竟然没有一颗可以单下。但是急于回家补觉的火箭，更是不会放过一丝进攻的机会。有请睡梦罗汉灵魂附体。 太疯狂了！为了强拼比赛，哪怕母球失控也在所不惜。结果就是篮球也直接罢工。现在3颗高分彩球都无法衔接，这局面要是换了别人，肯定选择防疫杆慢慢拆解。但是这个乱局已经成功叫醒了犯困的火箭。Yeah, and he's made his mind to attack if he is. 完美的手摆位，但是此时粉球点位被斩，复位也只能摆在篮球点位，这也就意味着每颗红球的链接都是一次半台校位。如此地狱难度的开局，才符合火箭遇强则强的特殊体质。之所以说这是火箭最累的一年，那是因为这个赛季他堪称劳模，几乎打满了所有赛事。更夸张的是，偶尔几天还有2场比赛，单赛季豪夺5冠，一年狂赚千万的拼命之举，才有了火箭特别缺钱的名场面。所以比赛场上犯困，球迷都表示非常理解。 32. Some players a little more ad hoc than 3 of them. 看火箭打球真的非常神奇，看似每一杆都平平无奇，但是母球每次都落在最舒服的位置，能让看球的人觉得简单，这就是火箭最不简单的地方。 Pink on the blue spot is all he's got right now. Of course, the bold colours still needing to do a little bit more work, I guess. $47. 台面还剩2颗简单红球，只要打进也足够完成超分。但这肯定不是火箭的目标。挑战复杂球形带来的乐趣，也就只有他乐在其中。Possible for Lee. It's a good shot. Potted it and finished just top side. Again, Pink will go back on the blue spot. The Reds still occupying the spot. Really plain sailing this break, but very well constructed, given that this cube has never really been in supreme control. I have to say, Lee Hang was very unlucky to stick the opening red. 打进粉球，彻底锁定胜局。接下来才是最燃最好看的部分。 Pretty devastating. 这杆想要带一下库边的红球，火箭处理难题总是宜早不宜晚，看看后面他会怎么处理。 A decent level of form. Both players actually the 3 frames. 极限身材加上母球横抬，还有什么是火箭不敢打的呢？虽然看上去好像 K 球效果不佳，但是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真的是有够变态，不管中带角度有多刁钻，火箭一直在刷新球迷的认知。满分的 K 球体验，虽说火箭是毫无疑问的6边形战士，但是这完美的 K 球绝技，目前还真的没有人可以看到车尾灯。又是一杆神来之笔，这一局的极限操作，简单的就像日常吃菜，更加细思极恐的是，这还是在犯困的状态下完成的。 如果斯诺克的极限是147，那谁知道火箭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I have to say, as centuries go, this is as good as any. He's not taken the black once in this break. For many periods of it, periods that pick on the blue spot was a big scoring colour. Very long ago, celebrated his 900, as to say. Number 20. Very quickly, isn't it? Well, he looks half asleep between frames, but he's joined the Wide Away Club to make a dashing century. Break ends at 103, just over 8 minutes. 注意看，杀马特又要上演不讲理的远台开炮，真的太离谱了！这是世锦赛历年来绝品中的绝品。当蘑菇头的丁俊晖遇到横空出世的杀马特，世锦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半决赛对轰，绝对让人大饱眼福，回味无穷。来看看小特当年招牌式的3板斧，首先通过变态的精准长台上手，简单的几杆调整过后，大力冲散球堆，从而一杆拿下比赛。此时的丁俊晖干脆选择低头冥想，这简单粗暴的套路当年真的是无解。现在虽然黑球不在点位，但是粉球除了左侧底带线路被封，其余3个袋口畅通无阻。凭借小特当年的发挥，基本已经先赢一半了。我们快进一下简单的几杆击球，直接来看重点。注意看这杆粉球的中带，一个非常明显的静点，导致母球没能叫到红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红球还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小特再次依靠准度，打出了一杆高质量的纠错，但是老天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红球不偏不倚地挡住了粉球的下球路线。这连续的2杆意外，小特不得不转入防守，而心中那隐隐不顺的感觉，也让他在后面的发挥中有所忌惮。这是一杆超聪明的防守，不仅做上高质量斯诺克，同时也把黄球打死在库边，为自己领先的优势增加一道保险。高手都是会用脑子打球的。丁俊晖这个3库解球也非常完美，但是小特肯定不会轻易交出防守主动权。接下来的几杆关键球比拼，也来到了本局球的转折点。现在把更多的红球推向库边，局面对小特就更有利，而且白球的落地只能让丁俊晖从左边解球。为了避开红球的2次撞击，丁俊晖逼不得已力量稍大，不过好在运气不错，并没有漏球。其实这局球能称为绝品，因为2个人都把进攻和防守的能力完全发挥。小特又是一杆高质量的防守，太漂亮了！右侧线路完全锁死。现在丁俊晖这个10字回球，要比上一杆更难，更加容易发生2次撞击。太惊险了！母球和红球只有毫米级的距离，可见丁俊晖超细腻的控球能力。这样的球感就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天赋。目前来看，小特的防守丝毫不逊色辉哥，大有谁也不服谁的气势。这个几乎贴库的白球，让丁俊晖率先出现了失误。现在肉眼来看是不确定有没有漏球的。小特蹲下来仔细研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选择稳妥的打带跑。太恐怖了，这才是真正的漏头就这准度真的就是无解。但是因为这杆本质还是防守更多，所以母球最终的落点让小特纠结了很久。这个角度完全可以打黑球，全力的拉开比分，会让自己更快的锁定胜局。但是黑叫红的难度很大，小特在这里整整纠结了83秒。更稳妥的选择了打死咖啡球，为自己的优势埋下第2个保险。这个打法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能让2011年不可一世的小特选择这么不像他风格打法的，除了丁俊晖，找不到第2个人了。跳过几杆零碎的击球，我们来看小特这杆进攻，架杆也是空心入底。但是手感爆棚的小特好像自信心不足，居然没有选择去打黑球中带，
而是选择用咖啡球去做斯诺克。其实就算选择不去进攻，把黑球打到库边，可能比赛又是另一个结局。这个角度来看，红球感觉是有被挡住一点的。丁俊晖强行加赛，回敬了一杆逆天的长台。休息区的小特连连摇头，本以为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没想到却浪费了打死黑球的绝佳机会。现在台面有4颗贴库球，丁俊晖也不可能一杆制胜，只能先让黑球复位，然后静待时机。这杆斯诺克彻底将比赛带入高潮。先来看看小特这杆解决。红球在袋口缓缓停下，全场发出了一致的惊叹。小特自己更是一脸不敢相信。其实现在的情况对丁俊晖来说更加的难受，袋口的红球被咖啡球挡住，母球的落点又没有办法使用扎杆，而且这个球还根本不能防守，逼上梁山只能孤注一掷，强拼准度一决胜负。太硬了，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此时需要打进粉球才能翻盘，而且台面上还有3颗难度球。更要命的是，这3个难关是连环相扣，根本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Nearly went in for Judd though, didn't it? Far away. Going in now. 白球稍微多走了一点，但是仍然留出了向下的角度。库边的红球注意不能叫得太直，因为接下来还需要黑叫黄，这让人窒息的压迫感，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虽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这颗红球角度小到忽略不计，现场解说都直接猜测丁俊晖接下来要做斯诺克了。只能说当时的辉哥真的已经杀疯了，强行发力蹬出一个角度，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所以之前小特2次机会都选择了不像自己风格的保守打法，这是内心真的忌惮丁俊晖的实力。不过难题这才刚刚开始，打黑 K 黄能够顺利完成吗？ I think he'll play on this yellow. I don't think he'll play to nudge it. No, he has. He's gone to push it over the corner. 现场解说惊讶的在爆粗口，不仅完美的 K 出黄球，而且流出的角度非常适合解救咖啡球。这样的思路就是让我手摆都摆不出来，太完美了！连续的难度球，辉哥彻底打嗨了。现在只要精准的吃掉大角度绿球，小特这一局只能俯首称臣了。没有问题，关键时刻越发的沉稳。当年丁俊晖眼神里的大气，真的是藏也藏不住。 Well, this will be some clearance. First of all, that red that he knocked in, knowing they could leave everything on. Great shot on the yellow. Great pot on the green. Yes, it should be 14 frame apiece at the mid-session interval now. Judd really be thinking, well, I should be 2 frames the lead here. This is a wonderful clearance from Ding Junhui. 小特非常无奈地低下了头。这一局球，2个人都打出了各自应有的实力。12年之后再来翻看，输赢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这个难以复制的精彩过程，一定会永远地载入斯诺克历史。51 open up from Judd. He improvised in kind with a full shot.